我跟你们讲真话啊，为什么很多大龄的女孩子一直相亲就一直嫁不出去啊？这中间起因它是有逻辑存在的。现在相亲市场上一线城市的大龄剩女啊，那数量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主要集中在30到38岁这个年龄段啊，而且多数经济条件都优于婚恋市场上大多数的男性。明明条件这么好，为什么嫁人就是这么难呀？给你们举一个啊，能真实反映这个情况的一个例子。今年5月份的时候来了一个姑娘找对象啊，直接就跟我讲自己不要彩礼，只是想尽快找到合适的伴侣啊。94年的硕士学历，在事业单位工作，身高在160左右吧，微胖啊，年薪在10万上下，长相大约在6、7分，自己非常着急啊。这个年龄啊，他周边条件好的，要么就结婚，要么都是有对象。他找对象上来就说啊，老师我不要彩礼啊，我只看人，说自己要求不高，只要合得来就行。咱们这一听，人家确实要求不高呀。哎呀，那就给你介绍个门当户对条件差不多的吧。先是给他说了几个啊，91年的事业单位硕士，年薪在10万左右，父母还都是医生，这条件绝对算可以吧。他一看资料不见，觉得男方你这么大的年龄还没结婚，那不是性格不好就是身体有毛病啊。你跟他解释了呀，人家只是工作了几年又考的硕士，那上学耽误了，他不听，觉得呀不是这么回事儿。好吧，咱也不强求啊，那毕竟相亲你得两情相悦吧。嫌年龄大，咱就给你找个年轻的。93年的也是硕士军校老师啊，这个去见了，回来之后那态度呢是不主动不拒绝啊，男方倒是有意啊，主动嘘寒问暖，问他愿不愿意。他支支吾吾的呀，觉得男方家庭条件太差了，农村的呀，父母还没有社保，而且还有个妹妹，不想认识了。那一瞬间啊，你都不知道要说啥了。行，那就再给你换一个尽量满足你的。又介绍一个银行工作的男士，父母都是国企有退休的，比他小了1岁啊。他去见了，觉得男方是啥？哎呀，娘娘们们的啊，没有男人气质。最后给我气的啊！你说你要这么找对象的话，即便你倒贴彩礼，你也很难找到合适的。他说：“那我结婚也想找一个合得来的，条件差不多的呀。毕竟结婚那是一辈子的事情，我要随便嫁了，那我离婚谁给我买单呀？”我理解啊，这找人结婚啊，谁都想找一个心满意足的。但是现实问题，你要求太多，你这个条件他就找不到啊。他又跟我讲啊，要放低一下要求，身高175以上，工作编制以内的，父母有退休，阳光一点的啊。我听完呢，哎呀，我也不墨迹，好，咱就按照你的要求去找，介绍一个国企上班的，94年的，身高185左右的，这个父母还都是老师，也喜欢打球自驾，哎，兴趣爱好和他基本差不多一致啊。我一看，这绝对是符合要求了。结果呢，他又嫌呀，这男方房子太偏，而且房子还有贷款，他自己算了一下啊，他有贷款，这男方呢也有贷款，这婚后加起来这1个月还将近上万了，不愿意了。希望男方能够提前结清这个贷款，婚后只用来还女方的这个房贷。问题是人这个女方你自己的房子还在爹妈住着呢啊，男方肯定也不愿意的，两个人呢就不联系了。哎呀，今天呢我又给他说了一个啊，男老师条件都符合，他又觉得这个男人当老师不好，不喜欢这个职业，最后给我气的呀，真想把池子里的王八捞出来揍一顿啊！看门看成这样，谁都给我往里放啊！为什么很多人相亲啊，你明明见了这么多，他就是嫁不出去啊？不是有意去喷大龄剩女，真的自己一副不主动不拒绝姿态很高的样子，像是跟选妃一样，介绍的哪个你就算看着符合他的要求，他也觉得都差那么一点点意思，要么情商不行，哎不让他，要么长相不行带不出手，要么性格不行不幽默太死板，气得我真的撂挑的不想干了。我的妈呀，你给他清醒一点说啊，你都30岁了，你再挑下去马上就要2婚了。他不服，各种举例子啊！你看我姐啊，多大结婚啊，2婚啊，找了个未婚的，多好的条件啊！要么就是他一朋友还是同事的啊，一直没结婚，直到35岁找了一个条件非常好的男人。所以啊，你结婚啊，晚点不重要，你得遇到合适的人呐。反正话里话外直夸他那些朋友同事都是人间清醒啊！我听到这儿啊，我就发现我这好言相劝好像没太有意义啊！你给他怼回去吧，哎，他还得怼回来，算了，那不如让他去慢慢的去清醒吧，成本反正也是他自己的，后果自负嘛。这人教人教不会啊，事教人呢，一次就够。现在呀，早已过了那个想要通过婚姻改变阶级的年代了。婚配的本质是价值匹配。以后大龄的姑娘别找我啊，我惜命。宝，散会。周末办了2场相亲会啊，哎呀，差点没给我送走喽。今天我才缓过来啊，咱来个唠嗑局啊。我跟你们讲，相亲会真的特别的卷。你要是高富帅啊，有车有房，工作好赚钱多的，你就别听我在这叭叭。相亲会啊，那100个姑娘里面啊，能有80个相中你的。你要是条件普通啊，长相一般，甚至是没房薪资少的，你就别去凑合这个相亲会了。在老家或者是工作地找些靠谱的媒人或者家里人啊，给你介绍一下。你去相亲会，你就会发现啊，比你帅的、比你有钱的、条件好的男人真的大把多了去了，显不出你的。
去了基本都是当炮灰的。哎呀，我跟你们讲啊，我办这2场啊，一场是以大中专为主的，另外一场是本硕博为主的。哎呀，别问我为什么学历分组啊，现实所迫，不过多解释。没成想这报名的时候啊，这个大中专组啊，男士报名就有100多位，这姑娘才20多位，严重男女比例失调啊。这本硕博专场啊，男士是60多位报名啊，这姑娘就达了150多位。哎呀，给我愁的不行了。你看，有些原本是属于这个本硕博专场的男士啊，他们可能因为个子不高啊，长相一般啊，就会觉得自己啊可能配不上和自己条件差不多的，就主动选择大中专组的。而那些原本就应该在大中专组的女士们啊，哎呀，就各种理由跟你解释呀，我非得去这个本硕博专场。有的说呀，哎呀，我是函授本科，有的说我是在职研究生，还有的说，哎，我正在考国外的本科，还有造假的，哎呀，那 PS 的网图啊，拜托，你是来考验我的智商的吧？反正你苦口婆心跟他去啊，你即便去了也没用啊，也不符合男士的择偶要求。他们就会跟你讲啊，自己性格很温柔啊，很漂亮。哎呀，我学历虽然低，但是你不能狗眼看人低吧？反正啊，从报名就能看得出来，这个女孩子基本都是想高价，男孩子基本都是能够接受低取的。没法啊，相亲会是那种就是1对1啊，面对面轮番认识的形式，那需要考虑这个男女比例持平。我就把一些不符合要求的姑娘啊，往大中专那个组里面刷。把一些优秀的男孩子就往本硕博那里面提上来。好了，这相亲会开始了啊！哎呀，你们不知道，那相亲会现场又是卷了一批，这个95%的姑娘啊，就盯着那5%的这个工作好、长得好、哎赚得多的男士。有一位29岁的男士，硕士学历啊，做金融的，赚的特别多，个子高，而且长得特别帅啊，现场都有30-40位女士啊，就要跟他表白啊！哎呀，这可把周边的这个男士给馋的呀！这现场啊，有80%的男人啊都看脸，哎，谁好看对谁热情，聊的就很好。这我印象还比较深的是有一位88年女博士，就属于那种执迷不悟型的啊。她的择偶要求啊，就是男博士年收入100万起，这每个人面前都有一张 A4 纸的，上面都有自我介绍和择偶要求啊，方便别人认识的嘛。基本啊，这个男孩子一坐他对面啊，没有30秒就走了。哎呀，最后啊，这姑娘干脆摆烂，就一直在那里刷视频玩手机啊。现场还有一个男孩子也特别逗，跟女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啊，是带着体检报告和开房记录去的，直接就跟人家说，哎，如果你喜欢我的话，你得给我看你的体检报告和开房记录。反正啊，现场什么人都有的。哎呀，开完相亲会之后，你就会发现啊，有些年轻人是真性情有个性啊，去相亲啊，就像拿着职场人找工作 HR 选候选人那一套去相亲的。在他们的逻辑里面啊，选择相亲对象就是罗列出一大串的择偶要求，然后呢去筛选简历。初次见面就是面试、沟通、确认简历上的细节，约会发展感情，完善对候选人的细节把控。确认关系就是给候选人发 offer 啊，然后骑驴找马继续面试啊，广撒网多捞鱼，听天由命搏概率啊。反正就是我爱咋咋地，喜欢我的自然喜欢，不喜欢我的我就换人嘛。给他们相亲找对象哈，那个咋唱啊？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挥挥洒洒，把自然看通透。我唱的跑调没？反正啊，跑调那是我的风格啊，你们不要笑的。在婚恋市场上面啊，有句话很有毒啊，说男人一定要有钱有事业才能够去追女人，哎，女人才能会喜欢。这5-6年前有个小伙子啊，当时26岁，本科学历，在国企工作，年收入8万左右，没车没房，父母还务农。他当时来找我介绍对象的时候，那个择偶要求是真不高，他就想找一个大专学历啊和眼缘性格好的姑娘。当时呢，我应该给他介绍了有3位啊。这第一位是在这个事业单位吧，比他大了2岁。当时2人见面啊，这个女孩子嫌他个子不高，还没有房子，就给拒绝了。第二位呢是一个会计啊，跟他还谈了有1个多月，后来呢是因为他收入低，还没有房子，家里条件差，谈着谈着呀，人家也不同意了，他的心态就彻底崩了啊，跟我说啊，先不找了，准备认真工作2年，等有钱了买了房子之后再来找对象。好了，就这么一消失走了好几年啊。上个周啊出现来找我了，说家里人太着急了，想让他找个女朋友，32岁了，这几年呢确实努力工作，攒了有30多万，家里又给他凑了一些，在老家呢交了首付，买了房子，买了一辆代步车啊，工作有起色呢，也做了主管，年薪啊到了12万了。他说现在有车有房了，女方应该不挑我了吧？他想找一个28岁以内啊，有眼缘、性格温柔的这个独生女。我们俩聊完之后，就给他在资料库里就筛选了几位他比较满意的。这一位呢是28岁，长得确实很漂亮啊，在私企做内勤，他就很喜欢这姑娘的长相。但问了这个姑娘之后啊，女方觉得她房子不是学区房，而且面积比较小，父母还是农村的，就拒绝了。还有一位25岁，他也想认识，但那姑娘嫌他年龄大，这工作也一般的，也给拒绝了。
还有一位呢，是因为他的父母没有退休金也给拒绝他了。他就问我呀，我努力变优秀了，为什么别人还是嫌弃我呢？我做婚恋这个行业越久就会把这个现实看得很透彻。当你年龄越大，你就会发现你能够遇到那个怦然心动的另一半的机会就越小。我们会为房子焦虑，为车子焦虑，为工作焦虑，想要那种很纯真的爱情却发现再也找不到了。换来的是你房子面积多大，你年收入多少，父母有没有退休金你对自身能力是越来越不自信，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越加的恐慌，甚至觉得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我凭什么要拥有感情？这也是在婚恋市场上面很多男人都会有的一个感觉我一定要变得优秀，这样我才能在一段感情当中变得得心应手，才能够更加的自信才能够配得上所谓的爱情。但是你要明白一点你认为的那些优秀其实只是加分项，永远都不是决定项。你在变优秀别人也不会停的，这不过是给你自己自卑、怯懦、拖延的一个理由而已。很多时候不是给别人机会，而是给你自己争取一个机会，试一试嘛，哪怕概率只有 10%， 也比多年之后拥有一堆头衔，遇见对方他玩都会打酱油了要好吧。求的是内心无愧和心安而已，能够在几年之后事业有成实现理想的凤毛麟角。多数都是妥协于现实的，即便是有事业有成的，找对象可能不会再嫌弃他没车没房没钱，开始嫌弃他年龄大工作累长得还老了。所以我见到的大多数都是几年之后后悔的人，哎呀，当初选择他之后，当初早点找对象就好了。不要相信那句等你优秀之后，有钱了有车有房就会有女人喜欢你了。换句话讲，那你变得优秀，人姑娘也会变得优秀，你变得优秀，那姑娘的那些潜在对象们也会变得优秀，你又凭什么觉得自己的优秀的速度比他们都要快呢？再勉强的启动都好过等待和迟疑，大胆去爱嘛，喜欢就去追，哪怕失败了，你也可以获得这段感情的反馈，知道自己如何要变成更好的爱人。读10000本书不如自己去追去爱去相处得到的经验要好，一次就成功的概率几乎是不可能的，经历过挫折成长，这才被称为变得优秀。你要知道一个很扎心的真相，25岁的女生看不上25岁的你，即便你35岁事业有成，即便她依然单身，大概率也会看不上35岁的你的。